在日常烘焙中，最难判断的是咖啡生豆的含糖率。对于没有实验室设备的大多数烘焙师来说，生豆的含糖率绝对是最难估算的参数之一。咖啡豆含糖率的高低不仅影响咖啡风味、酸甜平衡，也会决定热反应的节奏、爆裂的强度、香气的层次等等。但是含糖率测定仪器贵、麻烦、不常见，绝大多数烘焙师只能靠杯测的甜感来判断。在长期烘焙和对比不同批次豆子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非常实用且具有一定一致性的技巧。通过观察豆子从黄色转入褐色的时间点与温度，可以大致判断咖啡生豆的含糖率多寡，来进行烘焙步骤的操作。这是一个很简单但非常有价值的烘焙观察法。下面分享我对于生豆含糖率的见解。首先，我们思考咖啡豆为什么黄色转褐色。咖啡豆在烘焙早期会经历干燥脱水期，生豆从青色逐渐转变为淡黄色，前期的褐变，黄色逐渐转为浅褐色。当褐变反应加速，表面开始轻微收缩，香气明显变化，而从黄色进入褐色这个节点，其实标志着豆子真正开始进入一系列糖类反应，例如梅纳德、焦糖化反应，这些都是与糖的含量多少相关。豆子颜色转变越早发生，豆中可参与反应的糖就越多。最简单直接的经验告诉我们，含糖量高转褐时间会更早，需要的温度会更加低。同样的烘焙参数之下，一支含糖率约 6% 的生豆，黄色到褐色通常出现在175度，时间约7分钟左右。一支含糖率 8% 的生豆，它可能在170度，约6分半钟就进入褐变，时间差距估计是20到30秒。如果烘焙中期1分钟平均上升10度，30秒就跑了5度。烘焙师都知道，咖啡烘焙中的时间是按照10至15秒的时间来提前做出预判的，可想而知30秒的提前与延迟是多么的重要。言归正文，糖越多越容易在较低温度下发生褐变，热反应的启动时间相对的缩短，此时豆子表面颜色的变化速度更快，表层组织受化学反应影响，更早出现轻微的收缩褶皱的现象。这对于烘焙非常关键，因为它是一个免费随时可以观测到的含糖率线索。只要每次烘焙记录黄转褐发生的时间点，不需要精确到秒，你可以在每炉烘焙中注意大约在第几分钟颜色开始从淡黄变成浅褐色，香气是否从青草青味转为烤坚果或焦糖气味，这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同时记录当时的炉内环境温度，不需要十分精确，只需要相对稳定即可。例如这只豆子黄转褐在170度，另一只豆子在175度，差异本身就是信号。结合处理法、产区判断模式，例如日晒豆普遍含糖量较高，转褐的更早，非洲某些批次的水洗豆含糖量高，也有提前褐变的特征。中南美洲有些高海拔密度高但含糖率较低，转褐的时间也会稍微偏晚些。这些经验会越用越准。当你看到咖啡豆在烘焙中转褐的时间较早，温度也平时低，那说明含糖量高，热反应敏感，前段热量给的太猛，会让焦糖化过度耗掉甜感，因此建议稍微温和一点进入中期褐变，拉长一点前期，保护甜感与果酸之间的平衡。如果转褐很晚，而且温度同时也比较高，则可能需要
加强前期的热量，否则后段容易推不动风味发展，也就是空白的烘焙。这是一个思路，很清晰很实用的小技巧。通过观察咖啡豆转褐色的时间、温度来判断含糖率的多寡，不需要任何仪器，只需要眼睛及温度显示即可。非常适合刚接触生豆的第一锅烘焙，能快速判断生豆的烘焙节奏。这个小技巧比检测密度、含水率更容易。最后可以通过杯测关联，你会发现黄转褐越早的豆子，甜感往往更明显。虽然通过褐化的时间、温度不是单一衡量咖啡生豆含糖率多寡的唯一指标，但非常有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很好的技巧，但仍需要注意处理法，尤其是日晒豆，还有目前的各种特殊处理法，也会影响到转褐的时间以及温度。含水率会让转色的温度偏移，入豆温度高低也会影响褐色的时间点。环境温度与排风量也会稍微改变视觉判断，但这些变量不会改变整体趋势。在同一设备、同样的操作习惯之下，黄转褐的早晚温度、时间等与含糖率高低的相对指标，这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经验法则，特别是经常更换不同产地、不同豆子的烘焙师。这一期的咖啡烘焙基础知识分享到这里，欢迎关注提斯特咖啡视频号，谢谢。